千古伤心旧事，一场谈笑春风。残篇断简记英雄，总为功名引动。个个轰轰烈烈，人人扰扰匆匆。荣华富贵转头空，恰似南柯一梦。1000多年前的后晋天福8年，当时的中国正值五代乱世，而皇帝石敬瑭在前一年病逝，他的侄子石重贵登上帝位不久。如果以干支纪法来计算，这一年和10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一样，都是癸卯兔年。不同的是，天福8年的中原大地春夏大旱，秋冬洪涝，各地蝗灾四起，东到海滨，西到陇西，南过长江，北抵幽州。无论是田野房屋，还是山谷城池，到处布满了蝗虫，时常遮天蔽日。甭说是庄稼了，连竹木叶子也全都被啃食得干干净净。5月，石重贵下诏大赦天下，并亲自前往相国寺去祈雨。到了6月，石重贵派人领兵专门去捕杀蝗虫。旱灾蝗灾还没过去，到了7月，东京汴梁又发生了水灾，开封城内平地水深3尺。光是天灾还不够，人祸也紧随而来。朝廷粮食不济，国库空虚，石重贵下令派遣专人吩咐各地暂借百姓家中的粮食。可是赶上这么一个大灾之年，民间百姓但凡家里边有点粮食的，基本上全都是留着为了活命的。朝廷的使者们为了干出政绩，丝毫不顾百姓的死活，严刑峻法，鞭凶杖背，凡有私自窝藏粮食者一律处死。到了9月，各地的使者纷纷回京复命，朝廷向百姓的借粮进展得很顺利。可是百姓因为这一场天灾人祸，被饿死的高达数十万，没有饿死逃亡在外流离失所的不计其数。这就是石重贵登基之初的一些境况。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这是慢聊五代十国的第11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石敬瑭割让幽云16州之后，中原门户大开，除了河东的雁门关还可以阻挡契丹铁骑之外，黄河以北已经无险可守。石重贵上位之后，先后3次和契丹人正面硬刚，其中有2次还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他仍然有着和宋徽宗相类似的结局。本期节目将重点围绕晋辽之间的几次战争进行详细的梳理，看看又会出现哪些精彩的人物和故事。失去幽云16州的中原政权将面临什么样的被动局面？五代时期的第3个王朝后晋究竟是怎样消亡的呢？以及石重贵本人又有哪些是非功过呢？别走开，且听我一一道来。五代时期后晋天福7年，当了5年多皇帝的石敬瑭因为内忧外患，急火攻心，一病不起。自知命不久矣，石敬瑭单独召来宰相冯道，示意让最小的儿子石重瑞向冯道叩拜，又命宦官抱起石重瑞放入冯道的怀中，意思是让冯道拥立石重瑞为帝。过后不久，石敬瑭病逝，终年51岁。石敬瑭是死了，可冯道并没有依照他的遗愿拥立幼主。在和侍卫马步都虞侯景延广商议之后，认为国家多难，应该拥立年长之君，所以拥戴了齐王石重贵称帝。景延广因为拥立有功，获封同平章事，兼任侍卫马步都指挥使，从此开始把持朝政。石重贵继位之初，大臣们商议以陈礼向契丹奏报石敬瑭驾崩的消息。这个时候景延广提出了一个向契丹致书不上表，称孙不称臣的提议。对此，宰相李松表示反对，说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公换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意义。景延广坚持原意，石重贵采纳了他的意见。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收到石重贵的书信，勃然大怒，并派使者前往汴梁斥责石重贵，说为什么不事先禀报就匆忙继位了？景延广的回复依然是很是傲慢。转眼到了天福8年，尽管晋辽两国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但是日常的外交并没有断绝。
还是像往常一样往来很是频繁。后晋国内就是在这一年遭受了极为罕见且严重的干旱、洪水、蝗虫等自然灾害。大灾之年，各地的留守节度使、将军一级的官员纷纷向朝廷献上金银、布帛、粮食、马匹，从而帮助朝廷度过危机。不过这里边也有例外，比如顺国节度使杜重威，他辖区内的衡州灾荒十分的严重，朝廷多少还有点人性，专门下令免除搜刮衡州、定州百姓的粮食。可是身为副补官的杜重威以军粮不足为由，不顾百姓的死活，继续照常搜刮。第一轮搜刮100万斛，只上报了30万斛，余下的全部据为己有。第二轮又弄来100多万斛，留到来年春天再卖给百姓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又赚了200万钱。百姓家里的粮食扫地无余，苦不堪言。临近的定州灾情同样严重，定州的官员打算像杜重威一样去搜刮粮食，被上级官员义武节度使马全节否决。马全节对人说：“我身为观察使，养民保境是职责所在，怎么能忍心像他那样啊？”杜重威是朔州桑干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山阴县桑干镇。这个人在军事上还是有一些能力的，因为是石敬瑭的妹夫，早年一直负责统领禁军，参与讨平过张从斌、范延光、安重荣，因功受封到了顺国节度使。但是这个人为官贪婪，好敛民财，反复无常。后面这个人物还会频繁出现，结局很惨，以后讲到刘知远的后汉还会有所交代。后晋国内的灾情严重，与辽国之间的关系也持续的恶化。在景延广的劝说下，石重贵扣押了辽国负责往来贸易的官员乔荣，并将其囤积在汴梁的全部货物一并没收。凡在晋国境内做生意的契丹人全部处死，没收财物。大臣们纷纷上书劝说，不能这么一味蛮干。石重贵下令将乔荣放归辽国。但是在辞别的时候，景延广对乔荣说了这么一番话：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之所以对你们放低姿态，完全是因为不敢忘先帝盟约罢了。作为邻国称孙已经足够，就没有必要称臣了。北朝皇帝不要轻信赵延寿的欺骗，轻易侮辱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10万横魔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笑天下，勿悔也。乔荣听后多了个心眼儿，说：“大人您这话信息量太大，我脑子不好，能不能请您写下来，我回去也好交差。”景延广满足了他的要求，等到乔荣返还辽国，一五一十把这些说给了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勃然大怒，再加上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偷偷派人前往辽国，告知晋国到处都是饥荒，官民困顿。赵德军的儿子赵延寿也一直劝说进击中原。经过仔细的斟酌，权衡利弊，耶律德光终于下定决心要南下讨伐石重贵。石重贵一上位就选择和契丹人硬刚，勇气可嘉，但十分的不理智，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鲁莽的。石敬瑭在位的几年，后晋的国力兵力有所提升，也使得石重贵和景延广底气十足。然而在这个时间点，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利因素。首先，天福8年一整年的各种自然灾害，百姓流离失所，朝廷府库空虚。其次，石敬瑭的皇位来路不正，尤其是在其晚年，多地发生叛乱，朝廷的威信大打折扣。再有就是石重贵是新皇登基，藩镇中包藏祸心的大有人在，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那么对于辽国方面而言，表面看石重贵称孙不称臣，着实惹恼了耶律德光，因此兴兵讨伐。实际上入主中原的想法在辽国早已有之，甚至石敬瑭活着的时候，就因为后晋招纳叛逃的吐谷浑出兵南讨的声音就已经甚嚣尘上。
天福9年的正月初2，沧州、衡州、贝州夜都先后飞马奏报后进的朝廷，契丹先锋大将赵延寿、赵延昭率5万骑兵南下，前锋已经逼近贝州。转一天，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派人再报，契丹皇叔耶律安端已经领兵包围了新州和代州。贝州啊，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清河县，后晋以其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当时负责镇守贝州的叫吴鸾。石敬瑭割让幽云16州的时候，吴鸾在云州拒绝向契丹称臣，关城据守长达7个月。后来呢，被石敬瑭召回，先后担任了徐州节度使，又建议大夫、富州防御使。晋辽大战的前夕，才被委以全知贝州军事。来到贝州的时候，正值数9隆冬，吴鸾发现很多的将士没有过冬的棉衣，赶制棉衣呢，他又没有钱，只好把这个帐幕毁掉，用作衣料。不久以后，耶律德光亲率大军攻打贝州，吴鸾率领军民坚守，但是呢，遭到了叛徒的出卖。契丹人入城之际，吴鸾投井而死。正月初9，石重贵任命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黄甫玉为马军右厢排阵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潘桓为步军右厢排阵使，命几人率领先头部队北上迎敌。石重贵自己在3天以后领兵亲征。15日，石重贵抵达澶州，得报耶律德光驻扎在了元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大名县。不久后呢，辽军进攻黎阳，石重贵派出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人领兵前往黎阳抵御。与此同时，石重贵派使者面见耶律德光，希望能够重修旧好。耶律德光回出一封说：已成之事，不可改也。又过了几天，河东方面奏报说，在秀容击败了契丹的伪王耶律婉，斩首3000，辽军在鸭鸣谷退去。此时一位名叫窦仪的官员建议增派军队去控制黄河的渡口。青州的杨光远不容小窥，如果辽军东渡黄河，与其兵合一处，黄河以南就十分危险了。杨光远就是咱们上一期讲到在晋安寨杀掉张敬达投降晋军的那员将领。而提出这项建议的窦仪，在后来呢，也成为了北宋初年的名臣。相比之下，我们现代人可能对他的父亲会更加熟悉。您如果家里边有孩子背过《三字经》，里边有一句叫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里的窦燕山说的就是窦仪的父亲。窦仪是冀州渔阳人，就是今天的天津市冀州区。他们兄弟5人全都是学识渊博，并且相继考中进士，诗人称之为窦氏五龙，这也是成语典故五子登科的来历。那么有了窦仪的建议，石重贵很快派人分别领兵进驻马家口、杨柳、马家口等几个黄河渡口，又抽调了义城节度使李守贞、神武统军黄甫玉、陈州防御使梁汉章、怀州刺史薛怀让，统领1万人马沿着黄河向东进发。好巧不巧，李守贞等人到达马家口的时候，正好赶上辽军渡河。李守贞这几个人瞅准已经过了河的辽兵，命令士卒二话不说上来就打。辽兵抵挡不住晋军突然发起的冲锋，步军当中被当场俘虏和斩首的各有数千，骑兵们仓皇回撤，强行渡河的淹死了数千。没过河还有数万人马在黄河的西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在东岸被杀，最后呢大哭而去。马家口一战，晋军完胜，军心大振。几乎与此同时，辽军在七城将高行周、符彦卿等人团团围困。在此之前，景延广有令，三军各自为阵，划分区域，不得擅自救援。高行周派人突围，快马求援，景延广呢却不紧不慢地奏报了石重贵。石重贵亲自领兵来到七城救援，辽军这才退去。高行周、符彦卿等人见到石重贵，哭诉说这救援速度太慢了，险些城破被杀。辽军这一边接连的2次失败，让耶律德光恼羞成怒，命令辽军所到之处，只要是
晋国的百姓抓住一律处死，如果是晋国的士卒，一律活活烧死。强渡黄河不成，辽军又在古顿丘城埋下重兵，打算吸引晋军的主力，并一举歼灭。可是正巧赶上大雨，哩哩啦啦下了10几天，晋军的主力没有吸引来，反倒辽军自己被大雨折腾得人困马乏。这个时候赵延寿建议说，咱们可以直扑黄河岸边发起强攻，只要能夺下浮桥，天下可定。耶律德光表示同意，决定孤注一掷。这一年的3月初1，耶律德光亲率10余万大军推进到澶州以北，与高行周率领的先头部队展开会战。从当天的中午打到黄昏，双方互有胜负。黄昏时分，耶律德光率领辽军的精锐从中央杀出，石重贵呢也亲率晋军的后军摆好阵势。什么阵呢？偃月阵。东晋末年，刘裕曾以雀跃阵3000破3万。偃月阵和雀跃阵在阵型上极为相似，都是形似半月，都可以用来克制骑兵。不同的是，在史料记载当中，雀跃阵以兵车作为防御的基础，置于外围。刘裕之后，雀跃阵昙花一现，而偃月阵的记载相对较多，多数时候呢是以寡敌众或者左右有险。单以后晋时期而言一共出现过2次，一次是安重荣反叛的时候，曾以偃月阵对抗杜重威；另一次呢，就是石重贵在澶州城北以此对阵契丹铁骑。话说这耶律德光远远望见这一支晋军同样旗帜鲜明，兵马严整，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对身边的人说：“杨光远说晋军一半都已经饿死了，怎么现在还有这么多呀？”吃惊归吃惊，这仗还得继续打。耶律德光派出精锐从2翼冲阵，但是晋军纹丝不动，看准时机，万箭齐发，刹那间凋零箭雨铺天盖地，辽军骑兵是纷纷落马，稍稍后撤。耶律德光又命人专攻晋军的右翼，仍然不克，苦战到日暮时分，双方战死者不计其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断剑废矢在地上堆积有数寸之厚。天黑之后，辽军撤离战场，在30里外安营扎寨。2天以后，契丹营中有一名耶律德光帐下的小校，偷了耶律德光的战马，投降了后晋，并告知契丹以传穆书收兵北还。但是景延广怀疑有诈，不敢追击。辽兵自澶州兵分2路，一路走沧州、德州，一路走深州、冀州，所过之处是焚烧劫掠，方圆1000里，民物殆尽。在整个澶州大战的过程中，有关用兵方略许多都是出自景延广。由于对后晋皇帝石重贵拥立有功，景延广呢恃宠而骄，对众将颐指气使，甚至是刻意的羞辱。澶州大战之后，人们普遍对景延广感到厌恶，石重贵本人也觉得他骄横难治。桑维汉更是认为他救援7城不够及时，要求追究他的责任。回到汴梁之后，石重贵对景延广明升暗降，加授侍中，调到洛阳担任西京留守。这个期间，同州和华州分别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陇州的官员上报当地饿死了56000人。由于战争的关系，石重贵再次派出专人吩咐各地搜刮财物。使者们都拿着尚方宝剑，领着大批的力卒闯入百姓的家中，老百姓大多是惊慌失措，被盘剥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些州县的官吏趁机从中渔利，朝廷规定河南府上缴20万钱。景延广私下中饱私囊了37万。他身边一个叫卢毅的官员对他说：“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什么意思呢？说大人您是国家干部，政府高官，现在国家有难，不得已才向老百姓伸手要钱，大人您怎么能忍心从中取利呢？您可长点心吧，给子孙后代多积点德吧。景延广听了以后感觉很惭愧，这才作罢。此时的后晋朝中，有人向石重贵提议说，冯道是个太平宰相，他总想着自己明哲保身，
模棱两可，不负责任。让他当宰相，就好比让和尚去打猎杀生，强人所难，又起不到作用。又有人建议啊，说陛下想要北域契丹，国家安定，宰相的人选非桑维汉不可。于是石重贵经过权衡利弊，将冯道罢相外放，重新启用桑维汉。桑维汉其人，咱们在上一集当中有所介绍，这里稍作补充。桑维汉字国桥，洛阳人。这个人长相啊，生来奇特，个头不高，可是脸很长，以至于他自己经常对镜自言自语，说7尺之身安如1尺之面。石敬瑭起兵，桑维汉极力赞成并促成了割让幽云16州，向契丹称臣。尽管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得不说，相比冯道，桑维汉对当时的后晋而言，在国家治理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被石重贵重新启用之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都由桑维汉全权处理，短短几个月已经见有成效。除了桑维汉，石重贵又重新调整了翰林学士。新提拔的几个人当中啊，有2位有必要单独聊一聊。一个是刘温叟，字永龄，洛阳人。唐朝开国功臣刘正会之后，从后唐开始做官，到石重贵时期呢，升为翰林学士，得以重用。刘温叟这个人为人很是廉洁，后来成为了北宋初年的一位名臣。另一个翰林学士啊，是范质，字文肃，大名人。据说出生之前啊，他的母亲曾梦见神人送来五色笔一支。出生之后9岁就会写文章，13岁研究尚书，并开始教授学生。早年被桑维汉赏识，一直追随左右。范质这个人啊，为人很是清廉，但是比较急躁。后来在后周担任宰相，柴荣去世以后，仓促命将出征，结果发生了赵匡胤陈桥兵变，大周江山被赵氏夺取。话说这辽军第一次南侵被成功击退之后，趁乱勾结契丹的平卢节度使杨光远被石重贵派来的李守贞围在了青州。几个月下来，青州城啊粮草接近，本来就不多的守军饿死了一大半，人吃人的情况成了常态。眼看城中的军民相食将近，杨光远的儿子杨承勋等人劝他投降，保全全族家小的性命，但是杨光远没有同意。杨承勋等人呢，就斩杀了青州的几个幕僚，挟持着杨光远向李守贞投了降。石重贵本来答应饶杨光远一死，但是大臣们认为啊，他反复无常，勾结契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石重贵于是命令李守贞进入青州城后见机行事。杨光远随后呢，被人在其私宅活活掐死。等到后来辽国灭尽，耶律德光把杨光远的儿子杨承勋抓来，追究其囚禁其父的罪过。杨承勋呢，被千刀万剐以后被吃掉了。再后来呢，刘知远建立后汉，为杨光远翻案，还在青州为其立碑。没想到刚立好碑，就天降大雨，一个大雷把杨光远的碑劈成了2半。这种事儿啊，太过于巧合，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史料记载的真假。而新五代史说他召夷狄为天下首祸，族灭晋氏，创夷中国30余年，皆光远为之也。尽管在今天看来啊，有偏颇狭隘之处，但是不得不说，杨光远先叛后唐，再叛后晋，为一己之私，促成2国交兵，生灵涂炭，无论道义还是品行，都为人所不齿。如此看来，也就难怪他的碑会被雷电劈成2半了。在击退辽军，整顿朝纲之后，石重贵宣布在天福9年的7月初1改元开运，大赦天下。本来想着图个好兆头，奈何这开运元年的兆头可是真不太好。后晋皇帝石重贵的诏书对黄河以北各州各县，但凡遭受了契丹祸害的，一律免除当年的赋税。各军的将士逐级依次升赏。就在宣布诏书的时候，突然天降暴雨，雷电交加，当天汴梁被雷电击中，死者数百人。明德门有一石龙龙头被雷电震落，石乃后晋的国姓，人们都认为啊，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改元之后啊，
在外交方面，施重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出专使前往契丹求和。结果是呢，耶律德光拒绝和谈，还扣留了晋国的使者。这一年的12月，耶律德光再度率领大军南下，让赵延寿领兵先行，第二次讨伐施重贵。很快，顺国节度使杜重威飞马急报衡州被围，辽军的前锋已经抵达邢州，形势十分的危急。后晋朝廷马上派出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领兵协防邢州。不久后呢，辽军主力蜂拥而至，在袁氏的郊外安营扎寨。后晋朝廷担心后方空虚，于是又下令让张从恩等人后撤。从战略角度而言，后撤是顾全大局不得已为之的一个正确举措。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环节，张从恩等人对部队约束不当，造成军中一片恐慌，毫无章法，大量的军械物资被丢弃。辽军一路势如破竹，攻伐邢明祠3州，所过之处是烧杀劫掠，屠戮殆尽。石重贵派出大将黄甫玉自华州领兵北上。开运2年的正月15，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领兵数万在象州城北列阵。黄甫玉和蒲州刺史慕容彦超在领着数千骑兵探查敌情的途中，突然与数万辽军骑兵相遇。黄甫玉和慕容彦超且战且退到了榆林店附近，辽兵呢蜂拥而至。二将商议，如果再退，很可能被杀得一干二净，当即下令停军布阵，与辽军展开厮杀。一场血战从正晌午时杀到下午2、3点钟，力战100余合，双方伤亡都很严重。黄甫玉战马倒闭，于是步行与敌人缠斗。他的从人当中有一个叫杜之敏的，把自己的坐骑让出来，黄甫玉上马再战。战局稍稍缓和之际，杜之敏却被契丹人生擒活捉。黄甫玉对慕容彦超说：“知敏义士，不可弃也。”二将当下挺枪跃马，杀入敌阵，救下杜之敏，又杀出重围。可是这一会儿，辽军又有一大批的生力军投入战场。黄甫玉和慕容彦超说：“看来眼下是势不可走，我们只能以死报国了。”眼看到了掌灯时分，仍不见黄甫玉等人回来，人在大营的众将都很担忧。安审琦说：“黄甫太师既无声问，必为鲁所困。”话音未落，有一名骑兵赶来急报，说黄甫玉等人被数万辽军围困。安审琦听罢，二话不说，点齐人马就要前去救援。张从恩劝阻他说：“这话并不可全信，如果敌人是主力进出，我们这些人全加上恐怕也难以抵挡。大人你前去又有什么用呢？”安审琦当下表态说：“成败天也，万一不济，当共受之。届时鲁部南来，坐视黄甫太师，我等还有何脸面以见天下呢？”说罢，翻身上马，领兵出营而去。辽军远远望见远处烟尘四起，知道这是晋军的援兵赶到了，当下解围撤离。黄甫玉和慕容彦超由此得以活命。这一伙辽军经此一役，吓得不轻，都以为是后晋的主力军赶到了。象州的晋军也觉得人马粮草十分有限，不足以抵挡契丹铁骑，于是呢，出现了一幕中国军事史上难得一见的场景：交战的双方，一个向南溃败，一个向北逃窜。半个月以后，石重贵再度亲征来到华州，并大规模的征调全国兵马，准备反攻。2月初9，石重贵在7城检阅各军，随后呢，命令各部人马次第开拔，北上抗辽。1个月以后，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以本部人马与各路大军在定州会合，趁着辽兵北撤，一路打到当时已经归属契丹的泰州，又乘胜夺取了遂城。从降卒的口中得知，辽国的皇帝耶律德光已经走到湖北口，得知晋军反扑，正在领兵南下。杜重威呢，随即下令大军离开泰州回撤。行至阳城，辽军的大部队赶到，晋军边撤边打，两军交锋多日，各有胜负。这一天夜里，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晋军的营中挖井取水，刚见到水就会崩塌。士卒们没办法，只能取出泥沙包裹住布帛，拧出水来饮用。人和马全都饥渴难耐。第二天凌晨，大风刮得更加猛烈了。
契丹铁骑从四面攻入晋军的营寨，挥舞短刀与晋军厮杀，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声势。晋军的众将纷纷请令出战，但是杜重威坚持要等风小一些，酌情再议。眼见形势刻不容缓，马步都监李守贞说道：眼下敌众我寡，风沙之内彼此虚实莫测，只有死战一方才能取胜，如果坐等风停，我等会被斩尽杀绝。当即对众将高呼：各军一起出营杀贼。转回头又对杜重威说：令公善守御，守贞以中军决死矣。这个时候，马军左乡都排阵使张彦泽也有意想要等等风小再议。他旁边有一员将领耀元福对他说：敌人啊，认为我们不敢逆风迎战，应该反其道行之出其不意的猛攻，这正是用兵的奇迹呀。马步左右都排阵使符彦卿也说：与其束手就擒，怎比得上以身殉国。随后呢，几人各领本部人马出营杀敌，其余诸将也都领兵紧随其后。辽兵稍稍退却之际，符彦卿等人问李守贞说：我们是和敌人打拉锯战呢，还是奋勇向前，不取胜不罢休呢？李守贞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当下只能长驱直入，直到取胜了。符彦卿等人听罢，挺枪跃马而去。当时大风已经刮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四下里漆黑一片。符彦卿等人领着万余骑兵，好似一道闪电，喊杀震天，横击契丹。辽兵大败，当下全军溃散，势如崩山。李守贞命令步兵拔去营前的鹿角，倾巢而出。晋军步骑协同作战，追击辽兵20余里。契丹的精锐骑兵又称铁药，本来呢是身披重甲，所向无敌，这一回反而因为铠甲太重，一旦被打下坐骑，慌乱中爬不上马，于是呢纷纷丢下战马，脱下铠甲，仓皇北逃。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坐着他的专属大车跑了10几里，眼看就要被晋军追上，慌乱中呢赶忙换成了一匹骆驼向北逃窜，一直跑到幽州，溃散的辽军才得以稍稍集结。这一次的阳城大战以晋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接连2次大败契丹，晋帝石重贵有点飘飘然了。阳城大捷之后他自以为天下太平，生活上也就更加奢侈起来。各地呢也都争相为其进献奇珍异宝，有送来银饰银器的，石重贵命人都统一换成金子。为什么呢？他说金子贵重，而且更轻便，方便携带。又大肆的制造各种玩号，修建宫室，华丽的程度是最近几个王朝都望尘莫及的。石重贵对地毯有一种执念，专门开设了一处场所，名为织锦楼，召集织工数百，专门为他织造地毯。又经常毫无节制的赏赐喜欢的伶人。这桑维汉呢就劝他说，之前赏赐重伤的士卒也不过数端布帛，现在这些戏子一句话一声笑，只要让陛下高兴，您一出手就是赏赐丝绸上万钱财，甚至锦袍玉带。这如果让将士们知道了，谁能不生出怨恨之心呢？迎着敌人的大刀被砍断筋骨，难道还不如一句话一声笑的功劳吗？这样下去，军心就会散乱，谁还会给您守卫江山社稷呀？不得不说，桑维汉用心良苦，可惜石重贵对这一番劝告充耳不闻。后晋朝政由此更加黑暗起来，桑维汉呢也在不久后被罢相，自此自称脚病，闭门谢客。与后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耶律德光深刻检讨2次失败的同时，积蓄力量，寻找时机，想要一雪前耻。很快，契丹方面放出了一个重磅烟雾弹，耶律德光让幽州节度使赵延寿以及营州刺史刘延祚先后诈降，又使后晋出兵接应。后晋方面呢，不辨真伪，不顾京师汴梁守备空虚，将大半的晋军交给杜重威。在开运3年的10月，以杜重威为帅，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安审其、符彦卿、黄甫玉等人协同，
基本上还是阳城大捷当初那个团队的班底，统兵30万，意图夺取瀛州、莫州，甚至荡平塞北，收复幽燕。这一次，石重贵还能保持之前2次的胜率吗？11月，大军抵达瀛州，远远望见瀛州城门大开，杜重威等人呢不敢贸然进城，听说辽兵早已偷偷出城逃走。杜重威呢派出梁汉章率2000骑兵追击，结果梁汉章中了埋伏，战败身亡。这个过程中，杜重威不仅没有想法去施救，反而领兵退到了武强。本来想继续南撤去守黄河渡口，遇到了领兵来会合的张彦泽。张彦泽声称辽兵已经暴露出弱点，可以一举将其击败。于是杜重威呢又领兵沿着滹沱河西进，来到了衡州，与辽军主力隔河对峙。问题最终还是出在了皇亲国戚杜重威的身上。身为上将，却内心十分胆怯。两军对峙之后，整日饮酒作乐，很少谈及军务。磁州的刺史李谷向他建议说：今大军去衡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3股木置于水中，机心不土以上，巧可立成。再和衡州举火为号，前后夹击，表里合适，一定能击败敌人。这里说的3股木，大致上就是用绳子绑在3根木棍的中间，以此为基础放入水中制作浮桥。李谷的这个提议对当时的晋军而言，如果实施的好，不失为一条妙计。众将呢也全都纷纷表示赞同，唯独主帅杜重威坚决反对，并直接把李谷支开，让他去后方督运军粮。李谷其人，身高8尺，容貌魁伟，年轻的时候履历过人，善于骑射，喜欢行侠仗义，走南闯北。后来呢又发奋读书，还一读就通，27岁考中进士，从此走入仕途。李谷您可能不熟悉，他的一个好朋友您一定有所耳闻，谁呢？韩熙载。没错，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里的那位。俩人年少的时候就是好友。韩熙载南渡南唐的时候对李谷说：到了江东，如果江东拜我为相，我一定会领兵北取中原。李谷笑着答道：如果有一天中原王朝拜我为相，拿下江南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这俩人的故事以后我们还会讲到，这里暂且按注不表。且说杜重威没有听从李谷的建议，李谷呢又密奏晋帝石重贵，请求发兵驻守澶州和河阳，以此防备契丹大军南下。12月初6，石重贵下诏让高兴州符彦卿进驻澶州，让景延广领兵驻守河阳。就在同一天，衡州前线也爆发了战事。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对杜重威说：今大军去衡州5里，守此河围，营孤时尽，是将自溃，请让我率2000部族为先锋，夺桥开道，大人率领众将紧随我后，得入衡州则无忧矣。杜重威答应了他的请求。王清攻势猛烈，辽兵无力抵挡，晋军很快就夺下了2河之间的中渡桥，在滹沱河北岸排开阵势。众将请求杜重威出动大军接应，但杜重威没有同意。王清领兵在北岸孤军作战，屡屡求救，但杜重威始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情之将死，王清对众人说道：上将卧兵，做官武备困急而不救，此必有异志，我们只能以死报国了。部众听了以后深受鼓舞，没有一个人退缩，一直苦战到天黑。王清本人和这2000人马全部战死。后晋各军就在滹沱河的对岸，眼睁睁看着王清所部被辽军歼灭，三军的士气也由此低到了极点。这个期间，杜重威再次向朝廷请求派兵增援。石重贵太相信他这个姑父了，把宫中仅剩的几百名禁军全部都派往前线，全歼王清所部之后，辽军乘胜过河，切断晋军的退路，并很顺利地完成了合围之事。内外断绝，军中粮尽之际，杜重威和李守贞等人商议投降。
随后呢，杜重威派人偷偷来到辽军的大营，和辽主耶律德光商议投降的条件。耶律德光诓骗他说：“你如果真投降，就让你当中原之主。”杜重威信以为真，马上安排投降的事宜，先提前布置好刀斧手，再把众将找来，挨个在降表上签字画押，又命令全军的将士出营列队。士兵们都以为是要出战杀敌，个个是厉兵秣马，欢呼雀跃。万万没想到，杜重威命令放下武器投降。10万禁军将士脱去铠甲，扔掉兵刃，在隆冬的原野上失声痛哭，声震天地。很快，耶律德光扫清前后方的障碍，统领大军一直南下，兵锋直指汴梁。前面讲过的皇甫玉，杜重威投降之前他并不知情，被胁迫着投降之后呢，耶律德光本来想让他担任先锋，被皇甫玉一口回绝。而后皇甫玉对自己的心腹说：“我身为将相，战败却不能赴死，哪里还忍心再去对付自己的主子呀？”等到形势平息，皇甫玉对随从们说：“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也没有脸面再往南走了。”随后呢，掐住自己的喉咙而死。这一番天翻地覆的变化，人在汴梁的石重贵还浑然不知，他还在忙着玩鹰打兔子。12月初10日，杜重威投了降，直到12月16，已经充当契丹先锋的张彦泽抵达华州，石重贵才知道前线已经发生了巨变。慌乱中想要召刘知远发兵擒王，可是已经来不及了。17日一早，天还没亮，张彦泽已经领兵砍开封丘门，冲入汴梁城中。走投无路，石重贵想要像李从珂一样举火自焚，可是被心腹薛超死死抱住，最终呢，让范质起草降表，向契丹投了降。从石敬瑭936年称帝开始，到石重贵947年投降为止，存在了11年的后晋王朝就此灭亡。947年的正月，石重贵被降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为复义侯。石重贵和李太后、冯皇后以及石敬瑭的儿子石重瑞等一行100余人被迁往北方，最终安置在了黄龙府，也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农安县。石重贵一家这一路走得很是艰辛，时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后晋的旧臣们全都无人敢献上物资，只有磁州刺史李谷提前在道旁守候，见到石重贵到来，君臣相对而泣。李谷说：“臣无能，辜负了陛下。”随后呢，拿出全部的家财送给了石重贵。途经衡州中渡桥，看见杜重威昔日的营寨，石重贵仰天长叹，说道：“苍天呀，我家有什么过错？你竟然让这奸贼破了我的国家呀！”出了榆关之后，契丹的供给渐渐减少，那么只能让宫女宦官们挖野菜、采野果充饥。这一行人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好不容易到了黄龙府，又被辽朝的国补召往怀州。好在赶上辽国内部发生了地位之争，耶律德光病逝，石重贵一家呢被辽世宗允许暂住在了辽阳，而后又被迁到了建州，得土地50余顷。石重贵一行人自行建造房屋，分田耕种。后周显德初年，有汉人从塞北返回中原，说石重贵和几个儿子还在建州，正史的记载基本上也就到此为止了。直到近些年出土了石重贵的墓志，人们才得知石重贵此后一直居住于建州，在辽宝宁6年去世，享年60有1。纵观后晋王朝的灭亡，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五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军事力量直接决定了王朝的兴亡。安重荣的那一句“今是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就说明了这一点。后晋从石敬瑭依靠契丹建国开始，自始至终都不稳固，兵变频繁，战乱不断。在这样一个军人主政的时代，后晋的存在
注定只能是稍纵即逝。此外，石敬瑭割让了幽云16州，北方的屏障从此不复存在。从本期视频的战例当中也可以显而易见，只要是打定主意，契丹人似乎可以随时挥师南下。尽管有2次胜利，但最终仍旧难免功亏一篑。再有就是后晋末年肆意的搜刮，丧失了民心，地方的势力为所欲为，中央无法约束。人心向背是后晋灭亡的一大根本，主要表现有这么几点：地方节度使不听命于后晋朝廷，朝臣之间相互碾压，朝政腐朽不堪，对百姓剥削过重，致使民不聊生。天时地利人和尽失，从而导致后晋快速灭亡。因契丹而立，又被契丹颠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历史被再度重演。这样看来，后晋时势举足遭福，也就不足为奇了。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烽火赵东南漫聊5代十国的第11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请帮我点赞。契丹人成功打进中原，会有哪些具体表现呢？刘知远建立了后汉，为什么只存在了短短4年就灭亡了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